蓝忘机想着魏无羡方才对江澄说的话，突然问道：你讨厌我？不讨厌不讨厌，我喜欢还来不及呢，讨厌你干嘛？他刚刚说了什么？魏无羡起身道：告辞。说完又迫不及待想溜。蓝忘机道：魏婴。魏无羡装作没听见，加快脚步往前走。蓝忘机道：你本该如此。魏无羡被蓝忘机这一句捶得有些猛，他问：什么本该如此？蓝忘机不答话了。魏无羡却开始不依不饶起来，他凑过去缠着蓝忘机问。这么多天来，他头一次靠蓝忘机那么近，眼看着蓝忘机的耳垂慢慢爬上粉色，再慢慢红透，魏无羡兴奋起来。蓝湛，蓝忘机，你说不说？魏无羡凑过去，蓝忘机后退。魏无羡见此，越发大胆起来，继续往前逼近。蓝忘机一路被迫退至墙角。魏无羡觉得好玩，一个劲儿地往蓝忘机身边蹭，将人逼至绝路，依旧恬不知耻地往前靠，偏头在蓝忘机耳边吹气。蓝二公子。蓝忘机推他，没推动。害羞了？蓝二公子，原来你也会害羞。蓝忘机不答话。嗨，蓝二公子，你告诉我，我就放过你怎么样？赏个脸跟我说说嘛。蓝忘机抿唇半晌，才道：你我之间早有婚约。什么？蓝忘机偏头不再说话。魏无羡心里暗自揣摩，蓝湛他说早有婚约，早有婚约怎么了？又想起蓝忘机那一板一眼的性格，魏无羡顿悟道：所以我们是未婚夫妻，本就应该互有好感，情投意合，缠缠绵绵，恩恩爱爱。魏无羡被逗得大笑，心里却想着，这桩婚事应该也挺好。他原本对自己将嫁给一个男人的这件事有点排斥，捆绑婚姻本就易闹得双方不快，江丰年和于子渊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如今同样的问题摆在了自己面前，魏无羡本能的抗拒，但一想到对方是蓝忘机，随即安下心来。少年人哪个不希望自己与未来道侣恩恩爱爱，白头偕老？若那对象是蓝忘机，定能叫人满意。魏无羡想着，扑进蓝忘机怀里蹭了一下，心满意足地放过对方。蓝忘机愣了半晌，耳朵上的红晕就没退下去过。他道：不知羞。魏无羡心情好，嘴里也没个遮拦。怎么了？我们是未婚夫妻，抱一下怎么了？我们俩又成了年，除了一个仪式和一个周公之礼还差什么？别的不能做了吗？魏无羡又开始黏着蓝忘机了。就在自己把魏无羡拖出去问话以后，江澄嘴角不停抽搐，努力回想着自己那时到底做了什么好事。最反常的是，蓝忘机并未如往常一样嫌弃魏无羡，魏无羡围着他便停下，魏无羡说话他便听着，时不时还回那么一两句。奈何江澄于此方面实在没有什么天赋，于是他去问聂怀桑。聂怀桑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，欠揍地笑着：魏兄的事，江兄还是少管得好，不然惹恼了蓝忘机，这往后在云深不知处可不好过。聂怀桑说了什么玩意儿？啥意思？说实话，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突然开始绕着别人转了，江澄也忍不住心头泛酸。这事是一定要搞明白的，他自己想不清楚，聂怀桑又不说，于是到了云深不知处以后，素来老实的江少宗主一不小心在蓝启仁面前犯了个错，罚的不多，礼则偏一遍，一天便能抄完，江澄便心安理得，光明正大的往藏书阁去了。魏无羡嘲笑道：哈哈，江澄没想到你也有今天，怎么样，抄书好不好玩？江澄道：闭嘴吧，再如何都没你的多。魏无羡靠着蓝忘机，伤心道：江澄，你怎忍心揭人伤疤？你看看师兄我的心，血淋淋的。江澄额角青筋一跳：闭嘴！蓝湛，你看，江澄他凶我。蓝忘机抬头看了江澄一眼，又无奈地帮魏无羡正了正身子。江澄不知道蓝忘机那一眼是何意。蓝忘机平日里也是面无表情，不管别人懂不懂，他什么事情都是用眼神来表达，在江澄眼里什么眼神都一样，而蓝忘机看魏无羡那一眼，却让江澄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温柔。江澄用力甩甩头，抖了一身鸡皮疙瘩，问魏无羡：你为何不抄？慢慢来，不急。
你还不快些抄？就这么喜欢在藏书阁待吗？对啊，江澄挨此次完罚后，过得小心翼翼，如履薄冰，再没有让蓝启仁抓住哪怕一丁点的不对。他再也不想去藏书阁看他师兄了。魏无羡与蓝忘机粘得紧，犯的错也少了，又有蓝忘机护着，日子过得甚是滋润。蓝启仁老先生近日赴往清河清谈会，这几日没课可上，蓝忘机又终日隐于藏书阁，世家子弟疯了一般，白日里在彩衣镇游荡，一刻也不想在云深不知处多待。归来之时还尚不尽兴，关在房里聚众玩闹，就差上房揭瓦了。魏无羡算是关在房里聚众玩闹那一波，听那兄弟们聊起白日彩衣镇的种种见闻，又想起出来那日合着月光的天子笑，那滋味是平生所遇之最，心痒难耐，想着明日和蓝湛说说，去彩衣镇游玩一番。第二日，魏无羡去藏书阁，死缠烂打，把蓝忘机带出了云深不知处，御剑前往彩衣镇。魏无羡看着蓝忘机脚下的碧尘，那把漂亮的剑这几天被他研究个透，他自觉没意思，挨到蓝忘机身边，拽着他的衣袖道：蓝湛，蓝湛，你快问我的剑叫什么名字？蓝忘机闻言，低头看了眼魏无羡的佩剑，那件样式简单，古朴轻灵。魏无羡飞得也不老实，踩着它忽上忽下，一刻也闲不下来。蓝忘机听话问道：此剑何名？魏无羡笑呵呵道：随便。蓝忘机皱眉，觉得不妥，又见魏无羡笑的一副奸计得逞的鬼样，便未再往下问。魏无羡贴着蓝忘机道：蓝湛，蓝湛，你接着往下说啊。蓝忘机无奈道：此剑有灵，随意称呼，视为不敬。脑筋转个弯嘛，我不是说叫你随便叫，而是我这把剑的名字就叫随便。果然，这名起的随意，却正与魏婴相配。魏无羡看着蓝忘机，差点笑翻下去。魏无羡因随便一事笑了一路。云深不知处，一众狐朋狗友们于彩衣镇正耍得起劲儿，忽而闻见一阵笑声，抬头望去，果真就见他们敬爱的魏兄浩浩荡荡，气势汹汹飘在天上飞着。江澄瞧见蓝忘机，脸色一黑。众人不得不承认，魏无羡是最会玩的那个。这几日他们将彩衣镇逛了个遍，再玩就没什么新意了，但带上魏兄总能玩出个花来。聂怀桑道：我正愁没得玩呢，魏兄来的当真及时。众人纷纷附议，连忙喊着让魏无羡下来。江澄刚想阻止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是啊，带上魏兄，大家玩的也痛快。前几日没有魏兄，可憋死我了。没错没错，还有蓝忘机，大家一起玩。对对对，蓝什么？蓝忘机啊。大白天的别讲鬼故事成吗？没有啊，那不就是蓝忘机？众人顺着少年的手指望去，魏无羡旁边可不就跟了一个蓝忘机。众人一阵沉默。狐朋狗友们想跑，魏无羡与蓝忘机却偏又正正好好的落到他们面前。魏无羡道：哎，大伙都在呢。江澄黑着脸不应，狐朋狗友们苦哈哈的陪笑。都在都在。魏无羡问道：玩得如何？玩得如何？狐朋狗友们瞅了眼蓝忘机。我们玩得如何啊？有一少年道：问你呢，聂兄，玩得如何啊？心安理得的装小透明的聂怀桑被狐朋狗友们推了出来。聂怀桑颤颤巍巍道：也就那样。魏无羡得意道：看来没了我，你们就是不行啊。狐朋狗友们欲哭无泪。是，没了您不行，所以您赶紧的把蓝忘机牵走吧。众所周知，魏无羡不怕蓝忘机，狐朋狗友们紧紧围着魏无羡寻求庇护。魏无羡哭笑不得：此次当真是你们自己作死。这事儿真的不怪他，他原本想着与蓝忘机一起，尽量避开平日里鬼混的友人，谁想刚到彩衣镇，他二人就被地上一帮狐朋狗友叫了下来。江澄一直讨厌魏无羡与蓝忘机亲近，总有一种蓝忘机会把他家师兄拐跑的预感，但魏无羡被罚抄家规，他不得不放魏无羡和蓝忘机在一起。魏无羡既然被放出来了，那他一定已抄完家规。江澄迫不及待地拉着魏无羡远离蓝忘机。蓝忘机皱眉看着这边的动静，心中不悦。
人都来了，魏无羡夹在中间，弃了蓝忘机跟狐朋狗友们鬼混也不是，丢了狐朋狗友们与蓝忘机二人世界也不是，表情比那帮狐朋狗友们都纠结。